宋怀远牵涉边军粮草失察一案，罪不至死，满门流放西岭，3日后启程入山。姑娘，别让他喝那碗水，那水里有东西。他昨夜伤口烧了1夜，再喝下去真的会出事。快拦住他！那人身上有毒草味，他不是来送水的。我叫宋七月，是宋家2小姐。那匹黑马护着的男人叫萧凌渊，是我未婚夫，也是战败获罪的将军。宋家被扣上粮草失察的牵连罪，萧凌渊被定为临阵失策、守城不利。可这些事未必只是巧合。宋家和萧凌渊被一起押上流放路，背后或许还有更深的牵连。七月，你愣着做什么？你姐姐都吓成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扶她一把吗？娘，你别怪妹妹，她大概也是吓坏了。只是如今满门都要被押去西岭，若妹妹还像从前那样不懂事，你姐姐身子弱，路上经不起折腾。你从小比她硬朗，往后多照看她一些，也是你这个妹妹该做的。萧将军，流放路远，你先喝口水缓缓吧。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跟着你受牵连的旧部想想。流放犯饮水有定数，这碗水是谁让你送来的？将军从前在京中也有故旧，总有人念着旧情，不忍看你这样难受，官爷都没拦着，将军又何必多疑？七月，你去哪儿？你别在官差面前乱来。你和萧凌琛婚约未断，过去说句话也好，但别惹事。宋家已经落到这个地步，经不起你再添麻烦。这水不能喝。宋2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心给萧将军送水，你当众拦着，是盼着自己的未婚夫死在这里吗？既然是好心水，你先喝一口，你喝完无事，我向你赔礼。七月，你懂什么？快退下，别把事情闹大。官差都在这里，谁敢在水里动手脚？你若只是为了出风头，便立刻回来。赵大人，既然宋2小姐有疑，不如验一验。拿来。今日流放队还没出京，就有人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动手。说，这水是谁给你的？萧凌渊也是倒霉，听说当年边军粮草转运归陆家那位大人管，他战败回来后，偏偏所有文书都指向他自己失策。少说2句，陆长面如今在京中是什么身份？你不要命了？萧凌渊都倒了，谁还敢替他说话？别说是我说的啊，姑娘。你怎么知道水有问题？他们听不懂我说话，要是知道你能听见，肯定会把你当怪人。我懂一点医理，你伤口未愈，唇色发白，额角却有虚汗，说明昨夜发过热。这种时候入口的东西必须谨慎。那人送水太急，话也说得太满。宋2小姐，多谢。真想谢我就别随手接东西。想你活的人不多，想你死得合理的人已经动手。宋2小姐，话重了吧？将军刚出狱，伤还没好，何必吓他？我若要吓他，就不会拦那碗水。你是他的旧部，应该比我清楚。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听好话。总算有个能说实话的人了。韩征急起来只会跺脚，根本劝不住他。乌云，你今日怎么总冲我喷气？宋2小姐既懂医，流放路上伤病不少，之后帮着看。我不白用你，能派上用场的人，路上少受苦。官爷放心，七月是宋家女儿，自会。我可以尽力，但治伤要进水，药材也要配合，不给条件，我救不了命。我只看结果，不听虚话。你能办事，我自然给你办事的余地。七月，你什么时候懂这些了？从前在府里，你不是最怕血腥和伤药味吗？妹妹，你今日变得好厉害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人都要被流放进深山了，总不能还和从前一样只会怕。姐姐若觉得我变了，那就当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往后谁想活，都得自己用力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突然这样会惹爹娘伤心。你姐姐也是关心你，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硬？咱们如今是一家人，到了西岭更该互相扶持。娘刚才让我扶姐姐，又让我去照看萧凌夜，现在出了事才说一家人要互相扶持。若真是互相，下一回也请娘先问问我怕不怕，疼不疼，愿不愿意。宋七月，你今日是非要在外人面前让父母难堪吗？父亲放心，走，都跟上。姑娘，你真的能听见我说话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那你帮我劝劝他。他背上的伤口昨夜又裂了，韩征想给他换药，他不让，说药不多，要留给更重的人。萧凌霄，你右肩和背上的伤不能再拖，今晚若能停在驿道，我需要替你重新看一次。你怎么知道将军背上还有伤？你刚才抬手接水的时候，站起来时重心也偏了一点。你若还想活着查清楚是谁害你，就别在这种时候把命耗在硬撑上。宋二小姐，你似乎很笃定我不是单纯战败。我只知道，一个真正已经败得毫无威胁的人，不值得别人在流放前就急着下手。若今晚有机会，我会让韩征配合你。姑娘，你真厉害，他听进去了，他总算听进去了。西岭深山豺狼遍布，流放过去的人能活一半就算命硬。娘，我怕，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，若路上真的有狼怎么办？别怕，有你爹在，也有你妹妹。七月既然懂医理，路上总能想法子照应咱们。七月，方才为父话重了些，
如今看来，你倒比从前稳重。往后多靠近萧凌岑，若能借他的旧部保住宋家，也不枉家里养你一场。父亲想让我替宋家谋生路，至少该记得，我也是要活的人，不是推去试路的石头。姑娘，那碗水只是开始，送水的人身上有山里的味道，真正等着他的东西在西岭路上。萧凌约的锁链声混在鞭声里，像有什么早已埋好的局，正随着我们踏上那条路慢慢收紧。娘，我不是故意拖累，只是邪魔破了，再走下去，怕没到西岭就倒下了。七月，你姐姐脚疼，过来扶她。你今日还能同官差说话，想来也没什么大碍。娘若心疼姐姐，可让父亲分些包袱，也可请官差挺一挺。他走不动，不该只想到让我扶。你怎么出了府衙以后，句句都要顶着家里说话？你姐姐从小没吃过这种苦，你多帮她一点又怎么了？够了！官差已经不耐烦了，你们若姐妹再闹起来，谁也讨不了好。爹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说脚疼。妹妹心里本来就怨我，我若再让她扶，只怕她更觉得我故意欺负她。天黑前不到破庙，今晚就睡荒道。若有野兽下山，别指望官差逐个护着。破庙旁有水，但水边有毒草，吃了肚子疼。晚些提醒他们，别什么都往锅里扔。附近有药草吗？有，庙后石缝里的苦叶能扶伤，军医用过。西边白花旁的草根能退热，只是别拔错。今晚到了破庙，你最好让我看一下伤口。你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，也可以只让韩征在旁边守着。宋二小姐，将军的伤不用你操心，我们自己会处理。你会什么？你连药草都认不全，昨晚还把布条缠得太紧，差点让他手臂更肿。中心救不了退热，也救不了化脓。你若真想他活到西岭，就别把靠近他的人都当敌人。韩征，今晚让他看。将军他是宋家人，宋华远牵着梁孝案，宋家水有多深，咱们还没查清。你怀疑宋家，我不拦。说实话，我也不信宋家，但我若要害他，府衙前那碗水就不会来。宋二小姐，你倒是坦白。流放路上说漂亮话没用，能活下去才是真的。你们不信我很正常，我也没打算让你们立刻信我。但今晚他的伤必须处理，否则明日进了山，风寒一压，高热再起，就不是靠意志能撑过去的事。七月，你姐姐脚上磨破了皮，夜里不能吹风。你不是还要替萧将军看伤吗？你就去他那边，也省得来回跑。妹妹，你别误会，娘不是赶你出去，只是你和萧将军有婚约，若你一直不管他，旁人也会说宋家薄情。我没有误会，我只是记下了。你姐姐身子弱，今日又走了这么远，先让她多吃些。你年轻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宋七月，你连一口吃的都要和你姐姐计较。父亲若想疼姐姐，可以把自己的分给她，不必每次都从我这里拿。流放路上每个人的粮都是命。你怎么能把话说得这么狠？你爹只是心疼你姐姐，又不是要饿死你。那就让父亲心疼自己的那一份。姑娘，先看他背上的伤，右肩下面那一块昨夜裂开了，布都粘住了，他肯定不会主动说。能做纸吗？可以。我问的是能不能，不是你愿不愿意逞强。你若一直这样忍着，旁人只会以为你伤得不重，等你真倒下的时候，他们也只会觉得你倒得突然。从前行军时，喊疼不能让路片短，也不能让敌人退兵。可你现在不是在战场上。将军，你昨夜不是说只是渗了点血吗？他每次都这么说，仗打完了说没事，剑拔出来说没事，背后烂成这样还说没事。你就不把命交给你，不是为了看你把自己熬死。你若觉得自己有冤要查，有仇要报，有人要护，就更应该惜命。宋七月，我可以让韩征写一份婚约解除书，等到了西岭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会让人证明你和萧家再无牵连。将军，今日宋家把你推到我身边，是想拿婚约换一条生路，可我现在给不了你安稳，只会给你招来危险。萧凌轩，现在谈婚约太早了。你我一个是被家里推出去挡事的人，一个是被人急着灭口的人，谁也没有余力在这种时候谈什么成全和亏欠。等活着走到西岭，你若还想解除婚约，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。你不怕被我连累？我怕饿死，怕病死，怕半路被人推出去挡刀，也怕西岭深山里的豺狼虎豹。但怕没有用，我得先找一条活路。你也是活路之一，而我刚好能让你多撑一段。你想从我这里换什么？信任，至少在我救你的时候，别让你的人拦我；在我说路上有危险的时候，别急着把我当疯子。还有，若宋家再拿婚约和亲情逼我，你不用替我出头，但也别让他们借你的名义压我。好，他说得好，他比军里的老大夫还会说话他说不定早就肯换药了。乌云怎么了？他很担心你。他跟了我很多年，比很多人都重情。你知道就好，知道还不好好活着，真是气死妈了。宋二小姐，方才我说话难听，是我不对。将军这一路确实危险，我只是怕又有人借着好意靠近他。你防备我没错，若我是你，也不会轻易信一个突然变得和从前不一样的人。你真是看杂书学的？算是吧，杂书也好，别的也好，能救命就行。
将军从前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他没有临阵退缩，也没有害死边军。我们被押回来时，所有能替他说话的人都死了，能送出去的信也没了，所以才会变成今日这样。信没了。当年求援信应该送到京中，可援军没来，粮草也断了。将军带人撑到最后，回来却成了战败罪。若萧凌言真是被人陷害，那流放未必是结束，更像是那些人补上的最后一刀。庙里有人出去了，偷偷摸摸的，身上有白日那个送水人的味道。他往山道那边跑了，那里有人在等他。快一点，再不追，他就要把你们今晚住在这里的消息送出去了。怎么了？押解队里有人趁夜离开，去给山道上的人报信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人往山道去了，还留了记号。再慢，明早他们就会知道庙里的人和那个伤兵的情况。先别问我怎么知道，想让你家将军活到西陵，现在就去叫他，别惊动宋家，也别乱人心。你去叫萧灵妖，我去找赵恒。有人离队往山道报信，泥里有新脚印，树上有暗迹。宋二小姐，最好别胡说，查不出人，我照样罚你。罚可以，先派人去山道看一眼，若没有新泥印和树皮暗迹，我门罚。赵大人，他白日救过我，此刻胡说对他无益。萧将军如今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要替未婚妻作保。正因为自身难保，才更怕有人在路上做手脚。赵大人押送的是流放犯，不是死人。若队伍还没进西岭就出事，回京后也不好交代。去看。这里还有树上，若不是刻意找，夜里根本看不出来。头儿，庙里少了一个杂役。谁让你沿路留记号？接头的人是谁？有人给了银子让他这么做。七月，你既能提前察觉这事，往后路上便多留心些。咱们宋家现在处境艰难，你若能在官差面前多得几分脸面，也算给家里留条活路。宋二小姐，你昨夜立了一次功，但我不会因为这个就信你所有话。往后你若有发现，先报给我，别在队伍里乱传。我明白。还有，进山以后别乱走，西岭不是京郊，里面有狼有虎，也有人比野兽还难防。他说的倒没错，可他不知道路边那2只山雀已经说了，前头补给点有烧焦味儿，粮食大概没了。又怎么了？赵大人，前面的补给点最好派人先探。昨夜有人报信，若他们知道我们会到那里取粮，未必不会提前动手。你们先行，探清补给点再汇报。所有人回复，谁敢抢乱粮，按抗令处置。这一路的艰难远超想象。娘，没有粮了怎么办？这里已经进山了，若今晚没东西吃，我们会不会饿死？七月，你不是懂医理吗？山里总有能吃的东西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别吃地上的白粒粒，泡过脏水了。北坡有粗根，能啃就是不好挖。再往上有酸果，红的能吃，黑的不能吃。溪水在乱石沟后面，可那儿有蛇睡觉，不要踩它尾巴。赵大人，我可以试着找食物和水，但需要几个人跟我走，也需要你答应。找到的东西按规矩分，不许谁家先抢。七月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若是你找到的东西，自然该先顾宋家。若只顾宋家，赵大人凭什么派人护我？若无人护我，我凭什么冒险进林子找吃的？你倒不傻。我只是想活。韩正跟他去，我也去。将军，你的伤还没好。他要进林子，总要有个能看地形的人。我不逞强，走不了便停。他说走不了便停，多半是假的。姑娘，你盯着他，别让他又硬撑。你可以去，但若我让你停，你必须停。若你不听，我以后再不管你的伤。好。妹妹，我也想帮忙。你一个人辛苦，我跟着去，至少能替你拿些东西。林子里路滑，姐姐脚疼，还是留在这里歇着吧。七月，若找到能吃的，你别忘了你姐姐，她身子弱，饿不得。宋二小姐，你以前真的来过西陵？没有，
那你怎么知道往这边走？山里有山里的痕迹，兔子常走的地方，附近多半有能吃的根基。鸟群聚得多的地方，通常离水或果树不远。你若常年观察，也能看出一点。还真有东西。红果酸涩，但能吃；黑果气味不对，不能碰。你说自己看过兽医杂书，可你认草药和野果的样子，不像只是看书。看书只能记住名字，真要救命，还得赶上手。以前我救过很多动物，它们不会说话，哪里疼，吃错了什么，为什么突然倒下，都只能靠我自己一点点看。所以你才会信马，信狗，也信山里的痕迹。动物比人简单，它们怕就是怕，疼就是疼，想害人时也比人容易看出来。你说的对，有时候人更难分辨。你似乎总能从动物身上看出很多东西。能看出来，不代表他们都会帮我。动物比人直接，可也更记仇。你若伤过他们，他们不会因为你说几句好话就信你。所以狼群退走，不会只是因为你能看懂他们，是因为我得先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敌人。若我救不了他们想救的东西，他们一样会扑上来。虎也一样，鹰也一样，他们不是我的奴仆。将军，宋二小姐这本事要是在军中，能救不少人。是能救很多人。官爷，这些东西是我女儿找到的，宋家是不是该多分一些？毕竟她一个姑娘家进林子冒险，也是为了我们一家。宋大人，昨夜她报信时你说她惹事，今日她进林子时你也没跟着，现在东西找回来了，你倒想起来她是你女儿了？官爷，我们不是要抢，只是婉宁身子弱，实在撑不住。娘，我进林子前说过，找到的东西按规矩分。姐姐身子弱，父亲母亲可分自己的，不必每次都从我这里开口。妹妹怎么觉得我们占你便宜？你若不愿，我不吃就是。这几株能退热、离苦、煎水或捣碎外敷都行，但旁边那种尖叶的不能碰，会让人腹痛。若有人乱采乱施，我救不了。宋七月，往后进山找东西，你跟着我的人走，只要你能让队伍活着到西岭，我不会让人在分粮分水上欺负你。晚上继续换药，你今日走得太多，伤口肯定又疼了。你找到食物和水已经足够让赵恒重视你，接下来若宋家再逼你，你可以借他的规矩挡一挡。我知道。给我的？姑娘你真好，比韩征强多了。他刚才背了一路，连一根草都没想着给我。他今日怎么总看我？你自己吃。今日你走的不比别人少。你也吃。你若又高热，我今晚还得费力救你。那为了不让宋二小姐费力，我尽量听话。娘，妹妹今日是不是故意在大家面前让爹难看？她从前明明最听家里的话，如今却处处防着我们。她许是心里有怨，等到了西岭，咱们再慢慢劝她。到底是一家人，她总不能真不管你。可娘，若她以后真靠着那位大人物翻身，我们怎么办？姑娘，山里起雾了，明早的路会不好走。那群鸟还说，前面有狼的味道。姑娘，今晚别让他们把火堆生在下风口，山雾会把烟压回来，狼群闻到人味会更快靠近。又有事？今晚最好把营地往乱石坡那边挪一点，那里地势高，背后靠石，前面只用守一面。若还扎在这里，四面都是林子，夜里出事很难应对。照他说的挪，火堆分3处，不许所有人挤成一团。他现在倒会在官差面前说话了，连我的话都未必肯听。赵恒一句话，他倒是答得快。他若真有本事让咱们少受些苦，也不是坏事。只是他如今对家里冷淡得很，连婉宁料瓢水他都要按规矩分。娘，妹妹大概还在怨我，我不怪她。只是她现在和萧将军走得近，凡事都先同萧家那边商量。若以后真不管咱们了，我怕爹娘路上难熬。你若不想听，可以离他们远些。离远也还是一家流放队，多不干净。与其费力气生气，不如先把今晚熬过去。你觉得今晚会有狼？不是觉得，是已经有味道了。乌云一直不安，林子里的鸟也不叫了。若不是有猛兽靠近，山里不会这么静。对，我闻到了，不是1、2只，是一群。可他们不像是饿极了来捕猎，气味很乱，像是在找什么。今晚别睡死，刀不离手。娘，我真的害怕。白日里已经听见狼叫了，若他们夜里冲过来怎么办？妹妹懂这些，她为什么不来咱们这边守着？七月，你过来些，你姐姐吓得手都凉了，你陪她说说话也好。娘，我不是驱狼的护旗，坐在姐姐旁边也不能让狼不来。真要害怕，就
就靠近火堆，别乱走，别哭得太大声，哭声会让野兽知道这里有人慌了。妹妹，你是在怪我哭吗？我只是害怕，那怕也错了吗？害怕没错，可害怕的时候别把别人推出去，也别指望别人替你不怕。都退到火堆后面，不许乱跑！来了，姑娘，别让他们乱喊，也别让官差先射箭。那头狼很急，他不是来吃人的，他嘴里叼着小崽子的味道。别靠太近，我先看清他们的位置，你不要一个人过去。不能拔刀，狼群现在没扑上来，说明他们还在判断。这个时候谁先动手，林子里的人就真要受伤。你知道他们要什么？人类，谁会制毒？我的崽子吃了苦叶，肚子抽得厉害，交出会制毒的人，我们不咬你们。娘，他们是不是要叛过来了？妹妹，你不是懂这些吗？你快想办法，你快过去让他们别靠近。七月，别过来！你一动，韩征也会动，官差也会跟着拔刀。你们若把他们逼急，这里谁都不好收场。宋七月，你最好告诉我，你不是在拿自己的命赌。我不是赌，我可以看看他，但你得让你的狼退后。这里有人害怕，若你们再逼近，他们会先动手。你听得懂？宋七月，你在做什么？回来！赵大人，别让人不是来捕猎的，我能处理，今晚就不会死人。若你们现在动手，狼群一定会扑上来。你凭什么断定？赵大人，他岂敢站出去，便让他试。若狼群真要扑人，早就扑了。你们一个两个都疯了吗？疯不疯，片刻便知道。你要是骗我，我会咬断你的喉咙。你若想救他，就别吓我，我没有刀，也没有毒，我只看一眼。若救不了，我会告诉你。他误食了毒草，不是猛毒，但拖下去会脱水抽搐，需要让他吐出残渣，再用溪边白花草根煮水喂一点。白花草根在乱前乱沟旁边山丘过，但那里有。赵大人，白日里我交给你的药草里有一把细白根，包在最外层的布里，让人拿过来，再给我一点干净水。官爷，这也太冒险了！他一个姑娘家懂什么？万一激怒狼群，咱们所有人都要跟着遭殃。宋大人，方才他被推出去的时候你没有拦，如今他真在救这营子里的人，你最好也别添乱。别动，他现在难受，会挣扎。你若吓到他，他会咽得更急，反而呛住。将军，宋二小姐这不是懂医理能解释的吧？别让任何人靠近他。他活了，还没完全好，今晚不能再乱跑，也不能再吃东西。天亮前若不再抽，就能撑过去。你救了我的崽子，今晚我们不碰你的人。也别碰他们的马，那匹黑马是我的朋友。姑娘，你还记得我？那匹马太吵，我本来也不想咬它。不过你们的麻烦不是我们，那边有人看了你们很久，身上没有猎户味，也没有流民味。多少人？至少5个，藏得很远，带着铁器和干粮。他们不是迷路，是在等你们。宋七月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官爷，小女只是从前在家看过几本杂书，今日也是侥幸。她到底是宋家女儿，若往后能帮上队伍，宋家自然也愿意配合。父亲刚才不是说我一个姑娘家懂什么，怕我支怒狼群害了所有人吗？七月，你爹也是担心你，方才那么危险，谁能不怕？我也怕，可我被推出去的时候，娘没有拉住我，姐姐也没有松手。现在狼退了，你们再说担心，未免太晚了些。妹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方才人太多，我也被撞到了，我只是不是故意的？要推你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但下一次你若再把我推到前面，我不会再替你遮掩。赵大人，狼群退走前，宋七月说远处山间有人，你若信他一次。韩征，你带2个人跟我的官差去看一眼，其余人不许乱动，谁再哭喊惊动妖兽，我不管他是哪家的女眷，都照罚不误。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刚才被那么多狼盯着，多少有点腿软。你刚才若说自己不怕，我反而不信。你就不想问我为什么能让狼退走？你愿意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在那之前，我只知道你救了我们所有人。
将军，赵大人，那里确实有人藏过，草被压倒了，灰里还有没烧尽的炭，像是刚走不久。他们往哪边去了？往明日要走的山口方向。姑娘，那些人身上有白天送水人的味道，狼没骗人，他们真的在前面等着。加强警戒。别走山口，那里有人味，还有铁器味。昨夜那些人往那边去了。他们动过石头，石头下面空了，雨一大就会塌，很多人会掉下去。前面有问题。山口不能走，昨夜那些人往那里去了，而且他们可能动过路边的山石。若今日下雨，队伍走到一半，山路会出事。这事得立刻告诉赵恒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赵恒可以不信你的来处，但他会信地形。你可以去，但别走太快。你若又把伤口崩开，我今晚不会因为你是将军就给你好脸色。好。赵大人，今日不能走山口。宋七月，昨夜我已经派人查过山脊，那些人走了，如今粮水都不够，山口是最近的路，你一句不能走，就要整个队伍绕远。不是绕远，是避开他路。昨夜起雾，清早鸟群惊飞，山口那边还有新松动的碎石，若只是有人藏过，未必能害到整个队伍。可若他们提前撬松山石，再等我们走到窄处，暴雨一落，你连山口都没去，怎么知道碎石松动？昨夜韩征去山脊查过，那里确实有新翻过的泥。西岭山道本就窄，若有人提前动手脚，雨后塌方并不难。赵大人若不信，可以先派2个人探山口，再派人看云。今早东南风重，山雨很快就到。是。去看山口，其余人原地等半个时辰。七月，你如今说话越来越大胆。官差本就嫌流放队拖慢行程，你若每次都让队伍停来等消息，万一惹怒了赵恒，吃苦的还是我们。你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昨夜狼群的事儿已经够吓人了，今日若又因为你耽误赶路，旁人会不会觉得咱们宋家故意生事？妹妹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你现在凡事都先同萧将军商量，爹娘心里难免不安。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你至少也该先和父亲说一声。姐姐若觉得该先和父亲说，那昨夜狼群来的时候，你也该先问问父亲，再决定要不要把我推到前面。妹妹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那时候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为什么非要抓着这件事不放？因为我差点死在狼群前面。姐姐可以害怕，也可以哭，可不能每次害怕完都要求别人忘记她做过什么。流放路上命只有一条，我记性好一点不算过分。宋七月，你非要把家里闹得这样难看。宋大人，若难看的是实话，便不是他的错。都闭嘴！谁再吵，就去后面背粮袋。头儿，山口边上的石头确实被人撬过，外面看着还稳，里面已经松了。若是雨下来，再过几10个人，8成要塌。除了山口，还有别的路吗？猎户旧路在那边，窄绕远，但是背山避雨。只是旧路尽头有一道乱石沟，溪水涨起来会不好过。昨日找水时，我看见西北有一条旧兽路，附近有猎户留下的木桩，那边应该能绕过山口，但路不好走，得先派人探。宋七月，你最好每一次都能说中。赵大人，我也希望自己不用每次都说中。可现在有人不想让萧凌风活着到西里，也未必想让这支队伍完整到西里。你押的是流放犯，可在那些人眼里，我们都是可以一起埋在山里的麻烦。改道！跟紧！谁掉队谁自己爬回来！若咱们刚才走那边，宋七月，这一次是你救了整支队伍，那就请赵大人记住，接下来若我说哪里有危险，不一定是要拖慢路程。我会记住。你伤还没好，自己穿着。我身上已经湿透，多一件少一件没有区别。你若受寒倒下，今晚没人能给我换药，也没人能替赵恒找下一条路。
那你若发热，我不会心软骂轻一点。宋二小姐骂人救命，我受得住。分批过沟，谁敢乱挤，拖回去抽鞭子！苏琪，娘，我不敢过去，水这么急，我会不会被冲走？七月，你过来扶你姐姐一把，你刚才连狼都不怕，这点水总该有办法。宋夫人，宋七月方才探路找路淋雨，她不是不知疲累的人。萧将军，我不是要为难妹妹，我只是害怕，妹妹如今能帮赵大人，也能帮你，难道扶我一把就成了多大的错吗？害怕不是错，可你不能每次害怕都把她当成最先该伸手的人。哼，这个哭哭的人类真麻烦，他走路明明比那个老的稳，却总想让姑娘去扶。你声音小些。他们又听不见，那我小声骂。这只鹰真没礼貌，能听到山雀和狼的人类，过来。将军，这是边军信鸽用的信筒。当年我派出3路求援信鸽，其中1路从鹰甲谷飞出，按理最快能到京中，可京中回报说，他们从未收到求援信，说这信广在西岭山谷里。那当年的信根本没有飞到京城，有人劫了它。这东西卡在牙缝里很久了，今日雨大，石头松了才被冲出来，上面还有人血和旧药味儿，不好闻。你在哪里找到？前面的鹰丑骨，还有半片白布挂在牙缝里，和这个东西味道一样。你刚才说，其中1路信鸽从鹰丑谷飞出。是。那前面那段路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这半截信筒不像被人随手丢弃，更像是卡在牙缝里很久，今日被雨冲出来的。若当年那只信鸽真的在这里出事，也许附近还留着别的痕迹。那我们得去找。找什么？现在全队过沟都困难，你们还想为了一个旧物在山谷里乱跑？赵大人，我不会拖累队伍，只需要等雨小些，让韩真在附近看一眼。萧凌渊，你现在是流放犯，不是边军将军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命令谁，只是在求一可助。赵大人，若这东西真和当年的梁父案有关，便不只是萧凌轩的私事。有人为了除掉他，不惜在流放路上动手，也不惜回补给撬山石。若我们弄清楚他们想掩盖什么，也许能提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害我们。1刻钟，韩征带2个人去，不许离队太远。萧凌轩留下，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掉进沟里还得别人捞你。若当年的信是被人劫了，那你就不是没有求援，也不是没把他们带回家。可是他们还是死了。所以你更要活着，死去的人没办法替自己说话。你若也死在这条路上，劫信的人就真的赢了。宋七月，我欠你一次。先欠着，等你真能翻案了，再慢慢还。快些！这雨越下越大，天黑前必须渡过沟去。将军，布上有军中蜂蜡残痕，那封求援信真的没送出去。队伍继续走，别在沟边久留。拿走信筒的人还在前面，他身上有和这东西一样的味道，旧药味、铁锈味，还有很多年前沾过的血味。当年劫信的人可能还活着。在哪里？前面跟着一群假装迷路的人。前面那群人不对，他们走路不像迷路的人，鞋底有新泥，包袱里有干粮，身上还有旧信筒的味道。所有人原地别动，官差上前查问。官爷饶命，我们不是歹人，山雨冲断了路，我们一家迷了方向，只想跟队伍走一段。婉宁，再忍忍，等赵大人查清楚，若他们真有吃的，也许能换一些。
七月，你现在不是能在赵大人面前说上话吗？你去问问那些人，若有多余干粮，能不能余给宋家一点？你姐姐从昨夜起就没怎么吃东西，再拖下去身子会受不住。父亲，前面那些人来路不明，赵大人还没查清楚，你现在就想着拿粮，是嫌这一路上的事还不够多吗？我只是心疼你姐姐，你有萧将军和赵大人照看，自然不觉得饿。可婉宁身子弱，怎能和你比？爹，别说妹妹了，她要顾萧将军，也要顾队伍，哪还有心思管我？我忍一忍便是。别胡说，娘不会让你出事。他们身上的包袱不重，若真在林子里困了一夜，不会把干粮护得这样完整。那年轻男子右手虎口有茧，像长望刀，不像寻常山民。将军，我也觉得不对，他们看似害怕，脚下却站得很稳，随时能转身跑。官爷，我们家中实在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愿拿一点干粮换官差带我们下山。他们也怪可怜的，反正就几块饼，能有什么问题？有饼总比啃草根强。官爷若不要，能不能让我们拿东西换？谁敢私下换食，鞭子伺候。他在看那个受伤的人，他认得他。姑娘，他们包袱里的饼有怪味儿，不是毒死人的那种，是让人发软、犯困、肚子疼的味道。我知道了，他们有问题。我去提醒赵恒。妹妹，你看我做什么？我只是衣袖被雨淋湿了，整理一下。所有人不许私下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也不许乱采野菜入锅。那边锅里有苦叶子，不能吃，吃了肚子会绞。怎么了？还有一个白衣服的人类把怪味饼藏起来了，他藏在袖子里，又塞进包袱下面。宋家那边可能在煮有毒的野菜。他们不是刚被赵恒警告过？你坐着，你现在过去，宋家只会说我仗着你压人，韩真跟我就够了。别和他们硬扛，若他们不听，就叫赵恒。娘，应该没事的。那位婶子说这野菜能吃，她自己也拿着呢。妹妹现在管着队伍分东西，咱们若什么都等她施舍，今晚怕又要饿着。娘也是没办法，你爹今日走了这么久，脸色也不好。七月如今是越来越有主意了，东西都按赵恒的规矩分，咱们要多要一点，他就像防贼一样防着。这菜不能吃。七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你姐姐好不容易换来的野菜，咱们只是想煮点热汤喝，你怎么连这个都要管？妹妹，我只是看爹娘太饿，才去找了点吃的。那几位山民说能吃，我才拿的，没想坏规矩。那些人来路不明，赵恒说过，不准私下拿他们的东西。不过是一点野菜，又不是毒药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什么都错？宋七月，够了！你姐姐不过是想让父母喝口热汤，你若连这点孝心都要当众打压，未免太不敬。这不是孝心，是毒草，吃下去轻则腹痛呕吐，重则高热脱水。西岭这种地方，一旦上吐下泻，半条命就没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都没有尝过。娘，毒草不是尝了才知道有毒，真要尝过再说。现在就该叫人给我挖坑了。妹妹，你何必说这种吓人的话？我承认，我不该私下拿他们的菜，可我也是饿极了。你若生气，我不吃便是，为什么非要说得像我要害爹娘一样？你姐姐已经让步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我要你们把这锅倒掉。今日这锅若吃出事，你们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哭着说我明明懂医理却不救家人。我现在拦是提醒，你们若执意要吃，就是自己拿命赌。倒掉便倒掉，只是宋七月，你记住，今日不是你救了我们，是我们不想同你在外人面前争。妹妹，你现在真的一点都不信我了。姐姐，信任不是靠哭出来的。你若真的只是想让爹娘吃口热的，下次先把东西拿给赵大人验，别偷偷藏着，也别等锅都煮上了才说自己无辜。他刚才从那几个山民手里偷偷换了点野菜，煮都没煮熟就吃了几口。谁还私下换了东西？自己站出来！我不知道会这样，那人看着不像坏人，我真的只是想换一点吃的。扶住他，别让他乱动。拿温水来，先催吐。那群人果然是冲着队伍来的。他们不一定想毒死所有人，更可能是想制造混乱。若今晚营地里同时倒下几个人，
官差忙着救人，刘某忙着抢药，外面的人就有机会动手。加派守夜，所有食物重新检查。谁再私藏来路不明的东西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一律绑起来看管。七月，方才是娘误会你了，你姐姐也是饿糊涂了，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娘，我救的是宋家人的命，不是宋婉宁的面子。你若每次都只让我别往心里去，下一次他还会觉得，反正我会拦，反正我会救，反正最后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够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会提醒，但不会再替你们承担后果。你们信就按我说的做，不信就自己负责。他没有把怪味饼交出来，他藏得更深了，在里面那层布下面。那边包袱里的饼很难闻，蛇都不想靠近。外面是凉味，里面是让人睡死的苦味。他刚才看了那个瘦然男人很久，他在想要不要把饼送过去。娘，我去给妹妹送点水。这么晚了，你去找她做什么？她现在未必愿意见咱们。正因为他不愿意见咱们，我才更该过去。今日的野菜是我不懂事，害得爹娘差点被牵连，妹妹心里怨我也是应该的。我若不去赔个不是，她只会和家里越来越生断。你能这样，小娘就放心了。你妹妹性子如今硬了许多，可她到底是宋家人，你好好同她说，她总会念着姐妹情分。她不是去赔不是，她袖子里的饼味道更重了，蛇闻着都头晕。妹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正想去找你。白日里的事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随便拿那些人的野菜。你若还生气，我可以向你赔礼。赔礼不用，把你藏的东西拿出来。七月，你姐姐都主动来向你低头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咄咄逼人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流放路上已经够乱，你们姐妹能不能少闹些？把袖子里的干饼拿出来。妹妹，你怀疑我藏吃的也就罢了，为什么非要当着爹娘的面这样逼我？我只是饿怕了，才留了一块饼，难道这也成了十恶不赦的错吗？不过是一块饼，他今日也受了惊吓，留着又怎么了？七月，你现在能在赵大人面前说话，分到的东西也不少，何必连你姐姐这点东西都盯着？娘若觉得我是在抢她的饼，不如现在让她吃一口，只要她敢吃，我立刻道歉。婉宁，把东西拿出来。就是这个，里面有苦味，会让人睡得像死了一样。拿给赵恒燕，别让任何人碰饼屑，也别让火堆旁的孩子靠近。妹妹，我真的不知道那饼有问题。那个妇人说她看我可怜，才偷偷塞给我一块。我想着爹娘今晚没怎么吃，才留了下来。我没有想害任何人。那你刚才想把它送给谁？是送给我，还是送给萧凌渊？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我只是想向你赔不是。若你不愿吃，我也不会逼你。我知道你如今不信我，可你不能把所有坏事都扣到我头上。七月，你姐姐糊涂归糊涂，但她没有害人的胆子。她只是从小被我们护得太好，不知道人心险恶。她不知道，所以每次后果都由别人承担。娘，你护她没有错，但你不能一边护着她糊涂，一边要求我替她收拾残局。饼里混了药粉，分量不算重，吃下去不会立刻死人，但会让人昏沉无力。若夜里有人趁乱动手，吃了这东西的人连喊都喊不出来。赵大人，小女也是被人蒙骗，她自幼养在深闺，哪里懂这些山野诡计？哼，我白日里说过，所有陌生人给的东西都要上交，她既敢藏，就该罚。赵大人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饿了，也怕爹娘撑不住，我没有想害队伍。赵大人，罚他可以，但更该查清楚那块饼原本要送到谁手里。那些人若只是想让普通琉球昏睡，不必费心把东西塞给宋家大小姐。你刚才打算拿着饼去哪里？我只是想找妹妹赔不是。你赔不是带迷药饼，宋大小姐，你这歉意倒是稀奇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那些人已经知道你会坏他们的事，他们若不能直接靠近我，便会想法子先动你。幕后的人每一次都在试探流放队的缝隙，而宋家就是他们最容易撬开的缝。他们一开始想让我病死在路上，所以有府衙前那碗水。后来发现你总能提前避开危险，便开始回补借设山石地毒草，试探队伍里谁最容易被利用。等他们发现宋家能牵动我，又发现宋婉宁急着证明给自己，便把饼和假露都递到他手里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乱来，是一步一步换法子。第一步，让我死；第二步，让他失去赵大人的信任；第三步，若这些都不成，就把他单独引出去，用他逼我入局。那他们下一步应该就是烧掉当年留下的证据。宋婉宁明日减去半份干粮，官差盯紧宋家，不许他们在私下接触陌生人。七月，今日的事到此为止。你姐姐已经受了罚，你若再揪着不放，宋家的脸面便彻底没了。宋家的脸面不是我拆的，是一次次有人把危险藏起来，又哭着说自己无辜时弄丢的。还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只是有时候我真想知道，原来的宋七月到底忍了多少年，才让他们觉得他无论被推到哪里，都该先替家里想。以后不用再忍，至少在我这里，你不用。前面山口有人，比白日那些假迷路的人多，藏在两侧林子里。又有消息，明日山口不能走。宋七月，昨日山口塌方，我信了你一次。今日你又说前面山口有伏兵，可我们粮水不够，若再绕路，队伍里的人撑不住。左边5个，右边7个，还有2个在后面，他们带着绳网，不像要立刻杀人，像要抓活的。山口两侧树云有惊鸟，但鸟没有飞远，说明下面有人藏着，却没大动。若只是猎户，不会在这种雾里守山口。赵大人可以派人从高处绕过去看，不必让整个队伍冒险。又绕路，再绕下去，没被人害死，先饿死了。他有萧将军护着，又能分到药草，当然不急。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？七月，凡事也该有个分寸。你几次判断对了，大家都感激你，可不能因为如此就让所有人都听你一个姑娘家的猜测。是啊，七月，耽误了路程，宋家也会跟着被怨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不信我，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。现在大家都又冷又饿，你每次说前面有危险，大家都要停下来等。若有一天你说错了，所有人的怨气都会落到你身上。赵大人，若宋七旬说错，最多耽误半日；若他说对，走错一步就是整队人的命。你是押解官，该算得清这笔账。你带他们从侧坡绕去查探。是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？昨夜那块饼，我真的不知道有问题。我承认我自私，也承认我怕苦，可我没有想害你。刚才有个小孩塞给我一张叶子，说他娘知道一条能避开山口的小路，还说那里有吃的。叶子呢？我知道你不会信我，所以先拿来给你看。妹妹，我这次是真的想帮忙。这叶子上有那块饼的味道，还有陌生人的手汗味。流放路上的陷阱，不会因为谁只想证明自己，就变得温和。给你叶子的人在哪儿？刚才还在那边，是个小孩子。他说他娘知道路，也愿意拿果子换药。妹妹，我知道自己之前做错了很多，可这次我真的是想帮你。你不是说前面山口危险吗？若那条小路是真的，赵大人就不用为难，大家也不会再怨你。姑娘，这叶子味道不干净，你若要去，我去叫他。先别惊动他，若我离开太久，你再让他来。你又要自己去？你们人类怎么都这么喜欢硬撑？带路。妹妹，我刚才本来想直接告诉赵大人，可我怕他觉得我又惹事，也怕你觉得我故意抢你的功劳。姐姐，你是真的想帮我，还是想证明没有我，你也能找到活路？这有区别吗？你现在什么都能做，所有人都听你的，连萧将军也信你。我只是想让爹娘也知道，我不是只会哭、只会拖累人的废物。我从没说你是看我的，宋七月。从前家里疼我，你觉得委屈；现在大家信你，你又觉得我处处碍事。你能不能也想想我？我从小到大什么都不会，如今一朝流放，我害怕难道不正常吗？害怕正常，但害怕不能成为你一次次把别人推向危险的理由。别往前，前面有网，树上挂着绳子，踩到那根藤就会收紧。妹妹，怎么了？那个孩子在哪里？
宋大小姐，你这妹妹比你说的难骗多了。你们不是说只要我把她带过来，你们就告诉我哪里有粮食，还会放我们宋家一条好走的路吗？粮食自然有，活路也有，可前提是她不能再坏我们的事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先抓那个会坏事的姑娘，她在手里，萧林州自然会来。姑娘，你被围了，左边有网，右边树根下有铁夹子。那个哭哭的人类脚边有藤，他若再退半步就会被吊起来。别动，七月，我不知道他们要抓你，我真的只是想找条活路，我没有想害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害你。宋大小姐，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你把人带来了就算有功，至于他信不信你，跟你能不能活着回去没有关系。你们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害他，也不会伤害宋家。流放路上还信这种答应？宋大小姐果然是京城养出来的贵人。你们费这么大力气抓我，是因为萧凌幽，还是因为我总能提前坏你们的事？你倒是知道自己碍事。你们要抓活的，不敢直接杀我，是因为还要用我引萧凌幽过来。可萧凌幽不是蠢人，他不会为了我毫无准备的冲进来。姑娘，他来了，我拦不住，他听见你被带走就追过来了，韩正也在后面。看来萧将军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冷静。七月，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。若萧将军也因为我出事，爹娘不会原谅我的。宋婉宁，现在最该想的不是爹娘会不会原谅你，而是你下一步还要不要继续听别人的话。你脚下有机关，别退，也别哭喊。你若想活，就听我说，慢慢往左前方挪半步，别碰那根枯枝。放了他。将军，左侧树上有人，右边地面不对。别往前，你脚下3步外有网。萧将军从前带兵时，也要听一个姑娘提醒往哪儿走吗？从前我的赤行会替我探路，如今他能看出来你们设了我为什么不听？右边那个人要拉绳子，韩正，右边树后。你伤没好，别硬拼。我知道。萧凌渊，你若老实跟我们走，他们还能少受些惊吓。你若非要反抗，这片林子里的旧陷阱可未必认得谁是将军。老虎，这里有老虎！姑娘，那只虎不对劲，它不是被肉引来的，它本来就困在这里，腿上有铁位和穴位，它疼了很久。人类又是人类，滚开，都滚开！谁靠近，我咬碎谁！他们不是用老虎杀我们，是想让老虎发狂。这里有救兽甲，他被困住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救他。不行，宋七月，那是虎，不是马，也不是幼狼。他现在受伤暴躁，根本分不清你是救他还是害他。你不能每次都把自己的命放到最前面。宋婉宁把你引进来，我可以护你出去。这些人设了网，我可以想办法破局。但你若走到一头受伤的猛虎面前，我没有把握来得及救你。萧凌幽，我不是逞强被困住了，才会被人拿来当刀。若我们不救他，他们只要继续刺激他，他会冲向所有能碰到的人。你有几分把握？没有10成，但我能听懂他说什么，也知道兽夹夹在哪里。你替我挡住那些人，别让他们再扔血的肉刺激他。韩正，守住他身后。将军，那可是虎。七月，你别去，我知道我这次错的离谱，可你若真出了事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。那就记住这次的后果，以后别再把别人的命拿去换你以为的活路。滚！我不是来伤你的。人类都这么说，说完就会收网放箭，把右手带走，把同伴拖走。我知道你不信我，可你现在再挣扎，后腿会伤得更重。那些人故意把带血的肉扔给你，是想让你发狂，想借你的牙替他们杀人。你若真冲出去，最后死的一定是你。你听得懂我？所以你骂我也没关系，但别咬我。我先看兽夹，若能松开，我帮你出来。别让他碰那头虎，那畜生一旦脱困，谁都控制不住。等一下我说退，你就往后收腿，不要扑我，也不要甩尾。疼是肯定会疼，但只疼一下。骗我，我会记住你的味道。那你记清楚一点，我叫宋七月，不是来骗你的。别分心。退。别动，还没完。
你若现在扑出去，血流得更快，跑不了多远。你不怕我？怕，可你现在比我更疼。撤！伤我的人是他们，是他们把你困在这里，也是他们想让你替他们杀人。别杀他，他活着比死了有用。人类规矩真麻烦。我也觉得麻烦，但姑娘说的对，活的能问话。伤口裂了，先看你的手。我只是划破了。宋七月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也知道你能听懂他们的意思，可你不能每次都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轻飘飘说一句只是划破了。你会疼，我也会怕。我下次尽量不这样。不是尽量，是要记得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走这条路。将军，人抓住了，还搜出一样东西。这是边军密信匣。将军，若信筒和密信匣都在这条路上，那当年的求援信不是意外丢失，是有人截下后特意在西岭销毁。他心跳变快了，他知道。你认识这只铜匣？当年截信的人是谁？他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信味儿，那人不在这里，在前面，带着半块一样的铜片。他身上有2种味道，一种是这只铜匣的旧味，另一种在前面。那人带着剩下的半块铜片，正在往废驿站走。前面有废驿站？将军，若按旧军图算，西岭山口再往前20里，确实有一座废驿站。从前这边军传信时用过，后来山道荒了，驿站也废了。萧凌渊，你别忘了自己现在是流放犯，查证可以，但不能带着整支队伍陪你冒险。赵大人，我没有要整支队伍冒险，可这一路上有人毁梁撬山时下药设网，所有手段都围着同一件事来，就是不让我活着把这些东西带到西岭。若废驿站里真有另一半证据，你现在停手，明日死的未必只是我。赵大人，若那些人敢在我们牵头销毁证据，他们下一步就会继续灭口。不查清楚他们还藏着多少人，我们连明日扎营都不会安稳。废驿站里还有多少人？他怕我，他刚才心跳很响，嘴上不说，身上却全是害怕味儿。人类就是这样，明明怕得要命，还非要……他不说也没关系。赵大人可以让队伍暂时原地休整，我去，只带少数官差过去，人多反而容易惊动前面的人。我必须去，若那里真有当年的军报，我要亲眼看见。你的伤刚裂过，那你听我安排，路上我让你停你就停，我让你避开哪棵树你就避开。你若再像刚才那样硬撑，我不会当着外人给你留面子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七月，你又要去？前面不是有伏兵吗？你一个姑娘家，何必次次都往危险里钻？娘若真担心我，就替我看好宋婉宁，别让她再拿别人的一句话，把整个队伍拖进陷阱里。七月，我知道你现在不愿信我，可若你回来，我会亲自向赵大人说清楚，是我把你带过去的，不是你自己离队。等我回来再说。你救过我的崽子，前面的路我们可以绕过去。青崖，废驿站附近有人吗？有7个人，2个在外面，5个在破屋里。他们带火带油，还带了很多旧纸位，像是要烧东西。驿站里可能有人在烧证据，外面至少有守卫，屋里还有更多人。你这次又是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人多走过，草折得乱，风里有油烟味，说明他们准备点火。废驿站多年不用，里面不该有这么腥的油味。说他们真在烧东西，不能等太久。不能硬冲，能不能让你的狼从后面绕过去，把外面2个引开？我们不替人类送死。我知道，只要吓他们离开位置，不用咬人。
若危险，你们立刻退。我要做什么？你守住右边领口，别扑，别跑，只要让他们知道那边不能逃就够了。你们人类真啰嗦。他这是心疼你的腿，你还嫌他啰嗦？马，闭嘴！他又说什么了？他说你要小心。我明明是在替姑娘说话。有狼！慌什么？把东西烧完再走。他们果然在毁证据。分散包围，不给里面的人逃路。韩正，狼火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萧凌渊，将军，先打开看看。打开吧。说这里面是真相，那他等你很久了。将军，这是粮草改刀令的副本。将军，求援信送出来了，粮草也不是你调错的，是有人截了信，改了粮道，还让京中以为你临阵失策。他们死的时候，还以为是我没有把粮送到。不是的，将军，不是你的错。他们若信你，就不会在最后一刻怪你。他们等的是援军，也是你把真相带回去。你活下来不是苟且，也不是欠谁一条命。你走到这里，是为了替他们把被截断的话接上。宋七月，若没有你，这东西会被烧掉。那就记着，以后别总想着解除婚约，别拖累我这种话。你欠我的越来越多，真要还，也得活着慢慢还。好，我活着还。这些东西我会暂时保管一份激荡，但原件不能放在我一人身上。萧凌渊，你现在还是流放犯，我不能替你翻案。可这一路上的事，我会如实写进押解文书。多谢赵大人，别谢太早。你们惹上的人能把伸到西岭路上，后面只会更麻烦。你们带不回去的，就算拿到这些也没用。京里的人不会让他们到该到的地方。谁让你烧的？你们已经失手这么多次，回去也是死路。现在说出来，至少赵大人能把你活着押到西岭。你若还替那个人扛着，他会记你的好吗？他怕那个姓陆的人。是姓陆的人让你来的。说，我不知道全名，只知道上头都叫他陆大人。当年劫信改粮道的人不是我们，我们只是奉命在西岭等着。若萧凌渊死在路上，所有旧物都要烧掉；若他没死，就让他再也到不了边地。陆大人，京中姓陆又能动粮草军报的人，难道是陆成明？头儿，宋家那边出事了。宋怀远听说抓到的人供出姓陆，脸色一下就不对，还想偷偷找人传话，被我们拦住了。那个老男人想传话，布条藏在鞋底，写给姓陆的人。他
他怕你们知道，也怕那个受伤男人活着到西陵。宋怀远，你最好解释清楚。流放路上有人一路要萧凌渊的命，如今那边刚供出一个姓陆的，你便急着传信，你是怕他死不了，还是怕你自己藏的事被翻出来？赵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是听见陆姓，想起京中一位旧识，心中不安，才想着让人打听几句。我如今已是流放罪身，哪里还有本事和京中权贵勾连？宋大人，当年边军粮草失察案，宋家只是经手回过一段文书。若你当真什么都不懂，为何一听陆承言的姓氏便急着传话？我没有说是陆承办。宋大人倒是好记性，我们还没说陆大人的全名，你已经知道是谁了。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家不是只是受梁大案牵连吗？你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们？父亲，你不必再说是误会。你若不知道陆承圈，便不会在听到一个姓陆的人后失态；你若和他没有往来，便不会在证物被找到之后急着传话。你现在只要说清楚，当年萧凌轩的求援信被劫，粮草被改盗，宋家到底知道多少？七月，我是你父亲，你现在当着外人的面这样逼问我，是要亲手毁了宋家吗？宋家不是我毁的，他毁在你们明知道有人做局，却为了自保选择闭嘴的时候；毁在你们一路拿亲情压我，却从不把我的命当命；也毁在你明知萧凌渊可能是冤的，还想拿我的婚约换宋家的活路。当年我确实见过一份粮道改令，那份改令不该绕开萧凌光的帅印，可陆城领的人告诉我那是上头的意思，让我只按文书入当，不要多问。所以你明知道粮道有异，却没有上报。我只是一个文官，陆城领背后站着谁，我不敢问，也不能问。后来边关战败，京中要人人担责，萧家首当其冲，宋家也被推出来顶了失察的罪。我若那时开口，宋家就不是流放，而是满门问罪。所以父亲不是不知道真相，只是从头到尾都在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条路。我是为了宋家活下去。可边关那些等粮等援军的人，也是为了活下去。宋怀远私藏传讯之物，企图联系京中涉案之人，到了西岭后单独看管。西月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被牵连，对吗？至少你父亲不是毫不知情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我们熬到西岭，爹娘还在，宋家就还在。可这一路上，好像只有我还在做这个梦。姑娘，你难过吗？有一点。我以前以为人类的家人都会互相保护，就像马群一样，现在看，好像也不一定。马群里也会有抢草料的，狼群里也会有弱小的。世上没有哪一种关系天然就可靠，可靠的是每一次选择。那我选择你和他。乌云又说什么了？他说他选我们。那他眼光不错。他夸我了，他难得夸我。姑娘，你听见了吗？江小伟，你从前在边军待过，有些东西我不方便直接带回京，也不能随便留在押解文书里。你若还认得萧凌渊这个人，便替他保一份。萧将军当年救过我一命，只要证物是真的，我就是丢了这身旧甲，也会替他保住。将军，西岭苦寒，可这里还有人记得当年是谁守的边关？听见了吗？还有人记得。京中的人还没倒，但至少从今日起，谁再想让你无声无息死在西岭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京里的风已经往这边来了。我们手里有证据，身后有山林，身边还有愿意信我们的人和百兽。七月，
到了西岭，咱们总算有个落脚处了。之前路上娘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，可我们到底是一家人。你爹如今被单独看管，你姐姐又吓成这样，娘身边只有你了。娘，我一路上救过宋家很多次。毒水那日，我救的是萧凌渊，可以让宋家没有一出京就被牵连进人命案。断粮那日，我找来的葛根和野果，宋家吃了。旧事像被摆到阳光下，狼群那夜，我被推出去，最后也保住了整个营地。毒草那晚，我把锅倒了，救下你们。宋婉宁引我入陷阱，我也没有让她被那些人带走。娘知道，娘都知道。可娘每一次知道之后，下一次还是会先护姐姐，先问我为什么不能再忍一忍。我不恨你，也不会故意害宋家，但从今日起，我不会再做那个被你们推出去后还要回头安慰你们的人。西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现在说这3个字很晚，也知道你未必会信。流放路上，我确实一次次把害怕推给你，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，所以只要哭一哭，只要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爹娘就会替我收拾，最后你也会退一步。可陷阱那次，我才知道不是每一次都有人替我退，你若死在那里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宋婉宁，我不需要你还我一辈子，我只希望你以后做任何选择之前，都记得别人也会疼，也会怕，也只有一条命。都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难过吗？有一点，但更多是轻松。以前的宋七月大概一直等他们回头看他，可我不是他，我能替他把该说的话说完，却不能替他继续困在原地。他若知道，应该会觉得你做得很好。你现在也会安慰人了？跟你学的。他说谎，他以前也会安慰人，只是话少，不好意思。乌云说你不好意思。这是当年2家定亲时，萧家给宋家的信物。宋家那枚大概已经不在你手里，这一枚原本该成婚时交给你。宋希月，流放路上宋家拿婚约逼过你，我也曾想解除婚约，让你不被我牵连。可走到今日，我不想再替你决定。若你不愿，这门婚约从此作废。等我有机会写下文书，便还你自由。若你愿意留着，也不是因为宋家的命令，更不是因为我现在需要你帮我翻案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等我洗清冤屈，能堂堂正正站在你面前时，我会再问你一次。到那时，你若仍不愿，我也不会怪你。姑娘，山里今夜安静，没有追兵，但京里的风迟早会吹到这里。萧凌轩，现在别问我愿不愿意，你先好好活着，把伤养好，把冤屈洗清，把那些死在边关的人该等到的公道带回来。等你能堂堂正正站在我面前时，再拿着它来问我。那你会答应吗？看你表现。